以诺书大概讲的是以诺与以诺罕同行的经历。以诺罕一般被译为神之子，代表着强大的意思，就是与一种强大的存在同行。然后以诺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因为这些强大的存在把他带走了。这本书详细的并令人惊叹的细节阐述了与这些强大存在的同行的含义，其中描述有200个观察者来到地球，并与人类女性进行杂交，导致巨人的产生。这个故事不仅在创世纪第6中有提到，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叙述中也有出现。传说故事作为模板，因为这样会让人第一时间否定故事的真实性，而且还会让人质疑经历者的精神状态。试问，正常人谁会主动把自己处于这样的身份状态呢？其次，这样的说法完全是对自己百害而无一利的，不会被人们接受，难找工作，更有可能被关起来接受药物治疗。正因如此，经历者还愿意分享这样的故事，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故事的真实性，应该尊重地倾听，更加认真地对待它。而这个故事不过只是更加庞大传说中的一小部分，甚至更加古老的传说之一。以诺一书又名为埃塞俄比利亚启示录，因为它最完整的抄本是用埃塞俄比利亚文写成的。很多学者推测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到1世纪。此书还有亚兰文和拉丁文的抄本残卷，所以有学者认为其原文可能是以亚兰文或希伯来文写成的，也就是说可能起源于希伯来。总共有3本，包含1书、2书、3书。不过以诺2书、3书的内容、成书时间、原文语言均与1书不同。以诺2书不同于以诺1书，它的来历、文本的完整性和写作日期都有很多争议，所以有部分基督宗教的宗派视之为伪典，就是和原作者不同的另一拨人所写的后续。但又有神学家认为，书中所记载的内容都与基督宗教对圣经的看法同出一辙。至于以诺3书，与以诺1书和以诺2书并没有直接关系，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犹太骑士文学，据称是出自大祭司以实玛利之手，记述了他在天使梅丹佐的帮助下漫游天庭，看到神的宝座、战车和众天使。该书以以诺之名命名。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以诺是麦土塞拉的父亲，
麦土塞拉是拉麦的父亲，而拉麦又是诺亚的父亲。以诺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被绑架的人，尽管可能他是自愿的。在这本书中有一节讲到，以诺在被带走的前1年就知晓了自己将在1年后被绑架。创世纪在第5章写着，以诺与上帝同行，然后他就不见了，因为神把他接走了。当然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译，这段文字是关于伊洛很的。伊洛很这个词经常被翻译成上帝，但它是一个复数形式的词，所以这段文字真正的含义是以诺与艾洛西姆们同行，与那些强大的存在同行。实际上是从以诺书中带入以诺故事的概括。以诺书由守望者书、预言书、天体书等几个作品组成。守望者书讲述了那些在天空之城的某种存在，时不时地跑到地球上来，绑架人类女性并怀孕的故事。预言书更多地描述了以诺的旅程，揭示了有关其他维度的真相，并讲述了上帝对看守者的审判和对人类的计划，并承诺会派弥赛亚来拯救世人。在天体书中，以诺由一个名叫乌列的实体带着他游览银河系。乌列是天使长，他和米迦勒、加百列及拉斐尔同为上帝宝座前的4大天使。可想而知上帝对以诺的重视程度。乌列通过星体旅行或简单的教导，向以诺传授了天文学和宇宙的法则。以诺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不过基于他的地心观，他认为地球是平的，覆盖着像穹顶一样的圆顶。在希伯来传说中，高级生命体展示天文知识的内容在人类其他地方也有所呼应。先知以西结用更具体的方式描述了他的经历，他称自己被一种飞行器接走的经历。在他的经历中，一个类似人类的驾驶员带着他飞越古代伊拉克的各个城市，最后将他放在了特拉维夫。在过去，学者们认为以西结是在描述一个幻想，不过在今天看来，更像是外星人绑架案。以诺书和以西结书都被描述为启示文学，这种文学形式通常是描述世界末日的文学作品。启示文学的意思是，作者看到了某些他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然后通过定义描述给大众。这意味着作者看到了一些他不理解、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因此作者只是报告他所看到的和经历的，然后希望读者解开其重要性的含义。至于以西结，他并没有将这个经历描述为一个幻觉，他详细描述了在飞船出现并接他的时候他在哪里，飞行中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什么，以及他被送回后的状态。他说他非常迷惑，连续7天无法说话。在此过程中，飞行器飞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太阳下山。当以西结抵达特拉维夫时，他不得不再次着陆。他非常疲惫，7天内无法说话。在他所描述的体验中，他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使他无法移动，但是一旦他被抬起来，他就感到非常轻松和舒适。在整个过程中，飞行器的驾驶员试图向以西结传授宗教和政治方面的知识，他不停地描述自己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但以西结的注意力完全被飞行器所吸引。他四处张望着，说着：“这东西真神奇，这是什么金属？它这么闪亮，这些轮子怎么工作？这个玻璃罩，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那个轰鸣声是什么发出的？”每次他们移动时，他都试图理解他所乘坐的飞行器。他将其描述为耶和华的住所或荣耀，因为他实在没法用词语来向现代人描述它。而现在，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理解以西结所描述的事物。当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意象时，实际上我们正在做我们对待所有接触者、绑架者和经验者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与我们的世界观相矛盾。这种世界观认为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而且很多其他古代文献中都有描述类似的航天器，比如我上期讲到的印度摩诃婆罗多里的韦摩纳。印度教的经典《国家梵歌》中也有描述飞行和航天器。类似的飞行器在古埃及和中美洲的古代壁画中也有描绘。在以诺书中，作者描述了超越以西结书所描述的旅程，甚至超越了我们的太阳系，而以西结只是在伊拉克附近飞行旅行。现在并不清楚以诺是否进行的是物理旅程，还是看了一部多维立体电影或者灵体旅行。
但很明显，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世界观来解释这一切。不管以什么方式，雨落知晓了星星的位置、天体的位置、它们的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关于天文信息的内容，在圣经中虽然有点非同凡响，但它实际上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神话叙述相吻合，比如玛雅历、阿兹特克人、苏美尔人、埃及人，他们的神话中都有精确的天文信息。其实，我们纠结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怎样访问这些信息的，无法得到解惑，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非常多的联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西非玛利的多贡人。当人类学家与他们的萨满长者交谈时，他们谈到了与天狼星恒星系统有关的信息。首先，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三星系统，而这是我们直到20世纪才知道的事情。当人类学家问他们，你们怎么有这么多关于天狼星恒星系统的信息呢？萨满说，这些天文知识是由来自天狼星的神授予的。传说中叫做罗姆的外星生物来自天狼星，从天而降，与多贡人的祖先有过接触，帮助多贡建立了他们的文明。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也从侧面证实了以诺书关于被外星存在绑架的描述。虽然以诺书在犹大后书中被引用，并逐渐被埃塞俄比亚正教会认可为经典文献，但它从未被包含在犹太教或基督教国际公认的圣经经文集中。以诺书不被列入正式的圣经经文集，这个事件并不是特别重要。首先，它已经被收录在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的圣经经文集中。这本书被早期教父之一亚历山大的克莱曼特引用。以诺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实际上是对创世纪、以西结书、福音书和新约圣经中的叙事进行详细的阐释。因此，信徒不应该害怕阅读这本书，它绝对是一本应该被正典圣经所肯定的书。以诺书中描述了200个观察者来到地球，并与人类女性结合，导致巨人的产生。这个故事可以在非洲故事、印度故事、希腊故事、苏美尔故事中找到踪迹。创世纪第6章中也有所描述。这个故事总是惊人的相似。对于降临地球并且与人类女性交配的古老描述，一些人将这些视为预言，将流放到地球的生命形式解释为神话中的生物或纯粹的文学创作。一些人将以诺书中的守望者和马米瓦塔人解释为精神实体，而非像我们这样的物种。但这种解释无法解释交配的描述。现在有些人会说这些守望者是天使，但是天使这个词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哪种生物。我们可以说的是，他们来自太空，和我们一样是物质实体。他们和我们相似到可以与我们杂交，但又有不同。杂交的结果与我们也不同。他们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旅行，甚至可以进入不同的纬度。他们来自天空，并干预人类的事物，这无论如何都是有害的。这让我想到了外星人。人们对外星人绑架综合症领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已故的约翰麦克教授是哈佛大学的临床心理学负责人。美国国防部指定马克教授调查那些报道与外星人有近距离接触军人的心理状态。他采用的技术包括补充性绘画，这使得受访者没有机会统一口径。随后，马克教授扩大了样本范围，包括民航从业人员。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并不属于精神病或幻觉的病例。这些从业人员与某种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真实事物有联系。2009年，教皇本笃16世呼吁教皇科学院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与其他文明接触的神学含义。这次学术讨论会聚集了30名领先的学者和神学家。披露的人群中，一位来自梵蒂冈的超自然现象专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就是考拉多·巴尔杜奇修士，一位著名的罗马天主教会驱魔人。巴尔杜奇说，当经历者和绑架者讲述他们近距离遭遇时，他们所描述的不是精神错乱或者恶魔遭遇，他们的外貌既有人类的部分，又有水生生物的部分。在1960年代，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也提出了值得更深入研究的另一个领域。他是受到了一个古代神话的启发，该神话涉及一些在外貌上部分为人类、部分为水生生物的存在。阿普卡鲁。阿普卡鲁是巴比伦神话中的一种生物。这个神话是由一位名叫巴拉斯的希腊祭司在公元前3世纪所写下的。
巴拉斯描述阿普卡鲁形态为部分人类、部分水系生物。这个形象在非洲的马美瓦塔传说、加勒比海和世界各地其他神话中也不断出现。这段内容介绍了阿普卡鲁领袖之一奥雷斯，并描述了他们在早期培育人类方面扮演的角色，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文明的基本工具，使我们祖先成为人类文明旅程上的一员。在1962年，卡尔萨根在伯克利时撰写了一篇题为《相对论性星际飞船之间的星际文明直接接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写道，从统计学上讲，地球在历史时期至少被一种先进的外星文明拜访过的可能性非常大。在第497页上，萨根推测这类访问的数量可能高达1万次，而且关于苏美尔文明起源也可能与阿普卡鲁有关。他们是一个高度先进的非人，可能是外星社会的代表。卡尔萨根说，像阿普卡鲁这样的传说故事应该受到更多批判性的研究。迄今为止，进行的研究还不足，而与外星文明的直接接触可能是众多可能解释之一。一个像阿普卡鲁这样外星文明的干预，可以解释为什么古苏美尔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文明，包括一系列的数学、复杂天文学、土木工程、阶级、银行货币、法律制度、文化和文学。我的意思是，这一步是否迈得有点大了？要想把这些弄清楚，需要人类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尝试。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允许外部干预的可能性，这一切似乎很容易说得通。难道真相往往就在眼前，只是我们视而不见吗？这正是阿普卡鲁的故事所描述的。而且有趣的是，阿普卡鲁的外貌描述与古老的木乃伊的故事是如此的相似。这时候不禁想问，人究竟是什么？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60万人失踪。据2018年数据，共有612846个新案例被列为失踪，其中一些未经证实是因为被拐卖或性交易，还有一些是因为暴力犯罪。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失踪者最终都会回来。然而，约有15%的人数，每年约9万人，依然下落不明。在美国的国家公园中，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踪，而这一数字如此之高，以至于公园管理当局被要求不要记录这些数据。当然，我们所说的并不是那些迷路的人，而是那些正在谈话或观看棒球比赛中突然消失的人。目前，人类没有神话或科学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些可怕的数字比那些冒犯我们世界观的报道更加让人担忧。在语录书中，其中一个迷人的方面是天使长乌尼尔的角色，他在教孩子们有关宇宙的知识，谈论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太阳系的运作。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种高级知识的传授，在很多其他土著叙事中也可以找到，有时还有令人惊讶的证据来支持这一描述。当有人成为传说中的经历者时，我想他们的处境并不是太乐观，因为他们会感到在社会上的污名化和排斥，他们的经历不符合主流的思想，通常他们会被认为是疯子或骗子。很少有人能认真听取和理解这些故事的经历者，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问题。我们需要更广泛和包容的思考和对话，以便真正理解这些经历和可能与之相关的意义和现象。我们总是愿意对任何经历与我们世界观不符的人施加嘲笑和耻辱，这种态度不仅让自己变得狭隘，更会为他人带来伤害。我们需要听取身边人的经历，当我们这样做时，会发现在我们的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曾经想象的要多得多。我认为在西方倾向于将这些视为精神病理现象，而且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但实际上情况远非如此。它和神话一样古老，伴随着神话诞生，并成为神话中的一部分。没有人会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去编造这样的故事，反而会因此损害自己的声誉。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故事中的先进知识是虚构的，只是想象力的产物，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这些知识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是从外星生命或超自然力量那里获得的。还有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些故事中的知识只是一些早期文明和科技的遗产，被传承了数千年，但是在历史上逐渐被误解或遗忘。这些关于人类被高等存在辅导的内容，
为何在地球上的原住民文化中如此普遍呢？如果通过倾听那些声称与外星人接触过的人的经历，我们能获得这些问题的解读之法吗？他们的经历是否与奥内斯和阿普卡鲁的传说，以及人类在遥远的过去中经历的巨大飞跃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呢？除了关于外星人帮助人类在进化中的一次巨大飞跃的古老故事外，还有不少归来者的消息。曾经有2个接触过外星智慧后获得极大认知能力的人，其中一人带着一本笔记本。梦书和以诺书信几部分，它的许多内容都呼应了许多希伯来经文的渴望和关切。它们叙述的来源和作者身份至今是一个谜。尽管该书归于以诺，但这并没有解决其作者身份的问题。就像历史上摩西不一定写了所有包含摩西的书，或者先知以赛亚不一定写了所有以赛亚的故一样。不过，以诺本人是一个迷人而有趣的人物。多亚是他的曾孙，他本人是亚当和夏娃的曾孙，这意味着他有62个和亚当夏娃在同一时代的曾祖母。也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按照这个叙述，那么他们是谁？这又是一个谜团。学者们认为，居住在犹太山区洞穴中的库姆兰族是一个隐秘的修道族群，在一个高度安全的档案馆中收藏着埃塞尼派的一部分活动记录，这是当时的一种修道社区。可以看出他们为什么喜欢这本书，里面的许多内容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在第85章到90章中，有一部分预言性的叙述，许多人解读出他们预言了各种部落和帝国的到来，他们似乎预言了埃塞尼派的出现，之后是拿撒勒的耶稣和基督教的12使徒。不仅仅只有埃塞尼派的人把这本书当成宝贝，许多早期教父就经常引用这本以诺书中的内容，并将其视为经典经文。考虑到这本书在古代备受推崇，那么是什么让它的内容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必须被排除在官方经典之外呢？在这本书第1章到第36章中，讲的是守夜者之书，
它详细描述了外星实体与人类之间的接触，其中一些接触是良性的，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守夜者教导人类如何种植作物、使用药物和一些治疗方式。他们还教授人类金属技术，并向他们介绍了装饰品、珠宝和化妆品。外星人教导人类农业和文明建设的方面，使以诺书与圣经中的书籍大相径庭。但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故事，这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反复出现，比如美洲原住民神话、玛雅神话、祖鲁神话、巴比伦神话都有提及在我们史前存在一种外星种族的干预。来自外星的人来到地球，培育了人类种族，让我们成为一种有意识、有智能的技术种族，并赋予了我们文明的基石。尽管这种叙述在全球原住民神话中得以保留，但它似乎并不能被广泛地承认为更广泛的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因为它与现代科学和传统宗教的框架相冲突。因此，即使有类似的叙述，它们很少被正式纳入宗教或科学的正式叙述中。家庭是犹太和基督教当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问题。在看守者所传授的知识中，有一个与以诺书有关的是天文学的知识，因为在当时，天文学或占星术在圣经中并不受欢迎。玛雅的天文学是一个复杂的代名词，埃及和苏美尔人也有类似的观念，还有像多宫人那样对天狼星星系有深入了解的人们。在以诺书中，明确地告知人们月球围绕着地球运动，地球围绕着太阳运动，月亮会发光是因为反射太阳光的原因，日食和月食的特点以及月亮的周期。所以这不就特别不符合逻辑吗？以诺书的作者是如何看到这些的呢？他亲眼见过吗？他亲自旅行过吗？还是说像柏拉图那样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意识状态吗？在以诺书的后期章节，其中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都是可能的。其中最具爆炸性的叙述之一是关于200位守望者绑架人类女性的记载。他们的后代创世纪称他们为巨人，希腊传说称他们为泰坦，而世界各地的神话关于这个有趣的事件也有他们自己的版本。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提到了以诺书所揭示的绑架人类和混种的祖先记忆。约瑟夫斯认为这段历史描述是真实的，并指出他所处的时代存在巨人的物质证据，证明了远古外星干预的存在。有趣的是，他还指出希腊传说中保留了这个故事的书面传说。他当然还提到了创世纪第6章，那里简短迅速地讲述了绑架和混合的故事，清晰地表明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表明创世纪第6章的作者认为读者已经从另一个来源了解了这个故事。然而，本书中最难以理解的地方之一也是人类被绑架的叙事。虽然在第1881章节中写着以诺在被观察者带走之前提前1年获得了通知，因此他可能是一个愿意被绑架者。而创世纪在第5章第24节写着以诺行走了365年，然后神带走了他。那么观众们看到了问题所在了吗？以诺很的意思是强大的存在，所以在以诺书中的观察者是圣经叙述中强大的存在之一。而创世纪第6章将观察者描述为 Bnei Elohim， 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某种类型的 Elohim， 因此以诺书中的观察者是圣经中的 Bnei Elohim 或 Elohim。 现在如果我们深入挖掘一下，去研究早期的圣经故事所基于的原始叙述，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于苏美尔文本叙述中。这些文本谈论了天空人或星际人，这些人中有300个被派往他们所谓的星之站点，我们理解为空间站，而他们的工作就是作为观察员的工作。据大多数圣经学者普遍认为，希伯来的创世故事是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编辑和修改的，基督教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当时的宗教领袖们考虑哪些文本应该被包含在经典中，哪些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一些文本视为神圣的，而一些则被视为次要的或不必要的，包括以诺书在内的某些文本，因为他们被认为与官方教义不符，或者不符合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很快，第2世纪做出了决定，塑造了新约圣经的内容，并决定将其与希伯来圣经结合起来，以创建基督教圣经。现在，
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基于一种一神论的世界观做出的，因此他们的世界观表示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因此当他们发现其他文本，包括娱乐书时，其中存在许多承认其他实体、星球实体似乎拥有星际技术，甚至是跨纬度技术的实体时，他们不能承认这些存在，因为在古代语言中，他们会呈现出太多的神旨，神旨越多，那么问题就会随之而来，会导致一些信徒信奉这个神，一些信徒又会信奉另一个神，最后整个教会就会分裂开来。一些学者认为，公元前6世纪编辑的伯希莱圣经可能解决了众神过多的问题，但是却将上帝的概念与其他实体混淆在了一起，只需要一点小小的改变就能解释清楚这些实体在圣经中的描述。然而编辑者却将叙述推向了几乎不为人知的地方，同时他还无法搞清楚我们如何理解圣约中的上帝。最终我们将责怪上帝的事情归咎于外星实体与古代人类的互动。我认为如果正确翻译，圣经中从头到尾都点缀着非人类实体，想想巨人、亚那族、众神、上帝之子、天堂议会以及启示录中的人样异兽，这些都是圣经传说中的内容。但当时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机构不愿涉足这些领域，而是非常巧妙地忽略了它们，而以诺书具体地描述了这些事情，彻底揭开了他们神秘的面纱。在认为不存在的外星人的世界观中，圣经的一神论就必须排除掉这些。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接触的叙述会被压制，观察者在人类伟大的飞跃中成为禁忌，人类被绑架和杂交的叙述在其他土著神话中被允许存在，但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会被删除。那么你认为背后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最后，喜欢敏感的朋友别忘点个关注哦。拜拜，拜拜。